你知道吗？在这么短短的对话中，他们表现出了多达几十个佐证 TJ 和 FJ 的证据。来，既然点进来了，大家来这个上交一下手机啊！不是，把 MBTI 的梗图、娱乐的刻板印象啥的，先暂时上交一下啊。下课还给你们。什么 MBTI 里 ENTJ 是霸道总裁，ENFJ 是温暖大件啥的。我们这一节课不要带入这些印象，好吗？这里刷刷，我们来学点真正有用的专业 MBTI。这一期呢，我们学习在对话中怎么分辨日常状态下的 TJ 和 FJ， 也适用于分辨压力状态下的 FP 和 TP。看完就能立刻上手实操。下面我给大家看一段超高密度的 TJ 和 FJ 的模拟对话。之所以说是超高密度，是因为为了大家学习方便，对话尽量把 TJ 和 FJ 的特征都压缩在非常短的交流中。日常生活中的信息密度不会这么大，倾向性也不会这么极端当然，你看的时候呢，给大家两个任务。第一是简单的任务，对话中谁更像 T 人，谁更像 F 人这个如果还有人选错，那肯定是我演的太糟糕了，没得写。那进阶的任务呢会难一点，想一想每段话的内容到底可能揭示这个说话人的哪些性格特点，为我们佐证这个人是 TJ 还是 FJ。好，我们开始。今年 T 人和 F 人的梗都火出圈了，大家都觉得很有意思。咱们来聊聊这个怎么样？你有兴趣吗？当时流行起来的时候，我就有考虑过这个梗对我的影响。我的策略是这样的：如果 T 人和 F 人的划分，这个人接受度高，我会用它节约掉一部分互相了解的时间；如果那个人接受度不高，那就不该特地去普及它，讲清楚的时间成本太高了。你怎么看？你觉得有什么更好的策略吗？你真的很有想法啊，太厉害了！确实，在大家眼里，这很多时候就是应该是一个便于彼此了解的话题嘛。但我有些朋友因为被强行安利，感觉自己被贴上某个很死板的标签，我特别理解他们因此感到抗拒、不舒服。你会有这种感受吗？谈不上吧，只要不给我带来什么负面影响，就不会让我不舒服。而且我有实力的话，足以通过实力去让别人折服嘛，击破那些有的没的标签。导师你有话就直说不用夸我那么多的。我更想听听你对我的策略有没有什么建议，我也可以跟你讲讲我给你的建议。是真的很厉害啦，不是故意夸你的。你问我的建议，是因为你担心自己的策略不够好吗？你说的策略其实听起来已经很棒了，像你想法那么清晰的人很少见的，我自己就想不太清楚那么多。我没觉得不好，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策略了。我就想听听你的想法，你说就行，我会根据有没有道理去分辨的。你说的不好，我不采纳就是了。哎呀，我只想跟他聊聊这个话题，一起有一场愉快舒适的对话。开始顺着他的话说了很多，但制定什么应对策略之类的，我实在没兴趣啊。感觉这个人说话有点绕，他自己来找我聊，但好像自己也没什么想法，要么在夸我，要么在说别人遇到的情况，看样子也给不了什么有用的建议。让我们换个话题吧。太好了。很显然，左边的是 TJ， 右边的是 FJ。相信区分 T 人和 F 人还是比较容易的我也刻意夸张化了一些肢体神态上的表现。但你知道吗？在这么短短的对话中，他们表现出了多达几十个佐证 TJ 和 FJ 的证据。记住，生活中没有一个证据是决定性的，因为人是复杂的。但是当我们串联到一起的时候，一个人的倾向性就会很明显。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年 T 人和 F 人的梗都火出圈了，大家都觉得很有意思。大家都怎么样怎么样，我们都怎么样怎么样，这类表述算是 FJ 非常常见的特征，因为他们习惯性的站在集体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他们经常会很有自信的去代表一个集体发言。当一个人用我们大家的时候，我们就要意识到，他要么有意识的是在强调说这个集体，要么平时的注意力就很习惯性的放在集体上。咱们来聊聊这个怎么样？你有兴趣吗？是 FJ 的另一个常见特征，经常性的询问他人的态度和感受这是他们不断更了解他人情感态度的方式。后面还会出现类似的提问，我们会展开再讲。
当时流行起来的时候，我就有考虑过这个梗对我的影响。我的策略是这样的：如果 T 人和 F 人的划分，这个人接受度高，我会用它节约掉一部分互相了解的时间。如果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因为怎么样，所以怎么样，这些都是很典型的线性思维。为不同的情境设定好明确的对策，或者把某一个因和某一个果明确的联系在一起。如果你和这个人有更多的相处时间，你就可以进一步观察他是不是真的按照这个对策在执行。有的人制定对策，实际上只是想一想却不执行。如果实际上他真的也按照这个对策在做的话，很可能他就是 TJ 人，因为他们希望管控外界，而且是通过直接可测量的这种明确对口的方式来做。如果那个人接受度不高，那就不该特地去普及它，讲清楚的时间成本太高了。一个人谈话中出现应该不该这样的带有命令含义的词语时，我们就要格外的留意了，因为这往往说明他对这部分的内容是非常自信，觉得本该如此。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人对于时间成本的挥霍非常的抗拒，理所当然的认为完全无法接受。那这是 TJ 的常见特征。你怎么看？你觉得有什么更好的策略吗？ TJ 非常喜欢把自己的观点丢出来，让外界去评估。这个是他们思考的必经之路，因为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需要在外界去说服别人，去实现影响力。这是他们和 TP 的最大的区别之一你真的很有想法啊，太厉害了！每个人都可以夸奖别人，但是 FJ 的夸奖常常会很频繁地贯穿在对话中，甚至成为他们的口头禅。生活中要注意分辨带有讽刺意味的夸奖和正向的夸奖。FJ 通常是后者，因为他们的夸奖出发点一般就是去建立关系，而不是想要委婉地表达不满或者质疑。确实，在大家眼里，这很多时候就是应该是一个便于彼此了解的话题嘛。记得前面说过的吗？出现了应该、不该这样带有命令含义的词，说明这个内容怎么样？是这个人觉得非常理应如此的。生活中 FJ 经常会在社交规范相关的内容上表现出这种自信，但我有些朋友因为被强行安利，感觉自己被贴上某个很死板的标签，我特别理解他们，因此感到抗拒不舒服。每个人都可能提及朋友，不过在和 FJ 的对话中，你很容易觉得他似乎对他朋友的了解比对他自己还要多。很常见的情况是，你问 FJ 他自己的观点，他怎么看自己他却分享的是别人对他自己怎么看，别人的评价是什么。你会有这种感受吗？已经是他第二次在确认情感态度了。你们知道这还侧面反映了什么吗？这还反映了他并不怕在这方面被拒绝，因为提问就意味着对方可以告诉你不，我没这种感受，不，我不喜欢你说的内容。FJ 没有那么害怕情感态度层面的冲突，这是他们熟悉的领地，他们往往知道说，我应该怎么避免，或者当它发生了，我该怎么做。谈不上吧，只要不给我带来什么负面影响，就不会让我不舒服。这里的语句很容易看出，负面影响是在前面的，舒不舒服是根据有没有负面影响决定的。所以很可能实际影响对他来说比舒不舒服重要很多，这是 T 人常见的特征。而且我有实力的话，足以通过实力去让别人折服嘛，击破那些有的没的标签。Competence 胜任的实力，这一般对 T 人而言是优先度非常高的。但这句话提供的信息不止于此，他这么理所当然地认为实力可以让人折服，能够通过实力去影响外界的他人。这更常见于 TJ， 在 TP 人身上一般不会这么顺畅。TP 人可能会有类似于我知道我行就够了这样的言论，对于影响他人、改变他人看法的信心通常不会这么大。导师，你有话就直说不用夸我那么多的，我更想听听你对我的策略有没有什么建议。他的言下之意是什么？是别再说我这个人怎么样了，来评价一下我的策略吧。在对话中 TJ 经常会这样把话题从对人的评价、感受这样的领域拉回到他们真正想要的，那就是中立客观、对事不对人的讨论。
我也可以跟你讲讲我给你的建议，是真的很厉害啦，不是故意夸你的。FJ 还在夸奖，因为表达欣赏真的对 FJ 而言不是太费力或者太需要努力去做的一件事情，甚至可能都成为他们的习惯了。这在某些时候会让一些人觉得不够真诚的。你问我的建议是因为你担心自己的策略不够好吗？你说的策略其实听起来已经很棒了，像你想法那么清晰的人很少见的，我自己就想不太清楚那么多。其实到这里很明显，这两个人的沟通已经错位了。TJ 在寻求建议，甚至巴不得是批评，而 FJ 在不断试图提供情感支持。现实中一般不至于错位到这种地步啊，但是在很多长期的误解或者矛盾的背后，往往就是这种错位。我没觉得不好，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策略了。我就想听听你的想法，你说就行，我会根据有没有道理去分辨的啊。你说的不好，我不采纳就是了。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发现，其实双方都有一点 pushy， 也就是有一点强硬的想把对方往自己的领地带。FJ 反复把话题往情感交流的方向引导，而 TJ 反复把话题往思维交流的方向引导。这是 J 人常见的特点，特别是外向的 J 人。你和他们相处的时候，会明显感觉到他们容易不自觉地指导你，告诉你要怎么做，该怎么做，我们该聊什么。当然 FJ 会更委婉和更隐性，而 TJ 容易更直接，批判性更强。哎呀，我只想跟他聊聊这个话题，一起有一场愉快舒适的对话。开始顺着他的话说了很多，但制定什么应对策略之类的，我实在没兴趣啊。特别在乎别人的感受，在乎别人高兴不高兴，算是 FJ 很典型的特征之一。但这里我必须要提醒你们的是，这仅仅是特征之一。结合上面那么多 FJ 的特征一起看，那它确实是很强力的佐证。但是单凭这个特征什么都说明不了，而且是不是在乎别人的感受，这个其实自己说了真不算。你问周围的人真的更靠谱，问那些相处的人有没有觉得自己的感受被照顾到。有的时候一个人以为自己很在乎别人，实际上是因为他对在乎别人的标准太低或者太个人化了，在真正大众眼里，可能压根没觉得他特别照顾别人，感觉这个人说话有点绕，他自己来找我聊，但好像自己也没什么想法，要么在夸我，要么在说别人遇到的情况，看样子也给不了什么有用的建议。有用没用，听起来就非常不讲情感，是吧？但是如果是在想法的层面，其实说明不了什么。如果他把这个想法说出来了，那才算得上是 TJ 的佐证。为什么？因为 T 和 F 的区别并不是有情感、没情感或讲不讲逻辑，而是这个人是不是对此感到舒适，感到理应如此。在生活中，一个人能够经常自然地表达说谁有用谁没用，那显然他不以此为耻，也就更可能是 T 人。从这一小段浓缩的解读中，你学会 TJ 和 FJ 对话中的一些特点了吗？其实用 MBTI 来识人，无论识别别人还是识别自己，最重要的一定是进行多方面的佐证。上面的每个点单独都不是决定性的证据，但如果在相同的点反反复复出现在对话中，形成一种模式，那我们就能借此真正了解到这个人性格中的持续不变的一些特点。生活中的人呢会更立体，也就一定会出现一些矛盾之处，会根据不同的情境有所不同，不会像模拟对话中那么纯粹。所以更不建议直接找人格，什么一看就像 INTP， 感觉很像 ESTJ 之类的，先从确定的维度入手比较好。哪怕只确定这个人是 T 的可能性更高，也好过一股脑猜好几个人格让自己混乱，或者凭感觉非要咬定一个人格。我告诉你们非要强行贴人格的话，我在同一个人身上几乎可以找到全部16人格的解释方法，但这就没有意思了，这更像是你在用 MBTI 自娱自乐的逃避现实，去找个理由自圆其说。好了，废话不多说，实践出真知，大家可以多去生活中观察留意这期学到的知识点。这里刷刷。
教你专业好用的 MBTI 技能。我们下期见，拜拜。